大家好，我是奥登。今天接着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抽真购不同平台图形客户端的使用。如果你还没有搭建抽真购服务端，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先去看一下上一期的视频。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订阅一下频道，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服务端目前的配置。CD 到抽真购的配置目录下，通过 CAT 命令查看一下服务端的配置文件。我目前的配置是启用了 WebSocket 传输方式以及 ShadowSource 的24加密。和大家解释一下，这里启用 WebSocket 是代表抽真购支持 WebSocket 以及原生两种传输方式。我一开始以为是启用了 WebSocket 的话，客户端就只能使用 WebSocket 来传输，其实并不是的。如果你开启了 WebSocket 的话，客户端就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传输方式来连接服务端。但是如果服务端开启了 ShadowSource 24加密，客户端就必须同样要开启。再来通过 System Control 命令检查一下抽真购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目前是正常在运行的。接下来先演示一下苹果手机 ShadowLock 的配置方式。打开 ShadowLock 后，添加一个节点，类型选抽准，然后地址、端口以及密码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填一下。下面的 SNI 也是填域名。ALPN 的话 HTTP 以及 HTTP2 都填一下，用逗号隔开。然后点开下面的传输方式。协议这里如果你是没有开启 ShadowSource 24加密的，就保持默认的 Orange 就可以了。如果你开启了 ShadowSource 就要选 ShadowSource。我这里配置一下，然后选一下算法，密码也要填一下。下面的传输方式选择 None 的话，就代表是用原生的抽准传输方式。如果服务端有启用 WebSocket， 也可以使用 WebSocket。我这里就先添加一个原生的传输方式。然后下面的插件我们是没有使用的，所以这里不需要选择。多路复用也可以开启一下，然后填一下备注。最后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打开开关，点一下连通性测试。接下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是正常能访问的。查看一下 IP， 跟我服务端的 IP 也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再拷贝一个节点。使用 WebSocket 的连接方式来看一下，先改一下备注，然后上面的传输方式点开，传输方式这里选择 WebSocket， 这里主机名同样填这个域名，路径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去填一下。填完之后，返回保存，然后选中WebSocket 这个节点，重新打开一下，点一下连通性测试。我们再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刷新一下页面，可以看到同样是能正常访问的。
Shutterlock 的配置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演示安卓客户端的使用方式。安卓可以使用 Mastery 来连接抽整购服务端。我之前有试过 SageNet， 但是连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安卓设备问题，还是SageNet 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我们需要下载 Mastery 的主程序以及抽真购的插件。如果你的安卓设备有安装 Google Pay 的话， Mastery 主程序以及抽真购插件都是可以直接在 Google Pay 上面安装的。如果没有安装 Google Pay 的朋友，相关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我先连接到我的安卓设备。我这台手机已经安装好 Mastery 主程序以及抽真购插件了。通过 Google Pay 去安装还是很简单的，直接搜索这个程序名称就可以安装了。大概没有安装，先把这个 Mastery 主程序以及抽真购先安装好。接下来点击这个主程序，添加一个手动输入节点，选择抽真购，配置名称随便填一个，然后服务器以及端口密码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来填写。端口是443。服务器名称指示这里也是填域名。下面的传输协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配置来选择。我这里就用 WebSocket 和大家演示，如果你是用原生协议的话，你就选 None 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 WebSocket 主机同样是填一下域名，还有这个路径。这里加密的话，如果你服务端有开启 Shadow Source 二次加密，这里要选择 Shadow Source，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选 None 就可以了。因为我是启用的，我就直接选这个 Shadow Source。下面要选择一下这个加密方法，然后密码同样要填一下。填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保存，然后点开下面的这个开关，确定。我要先选中一个节点，点一下这个测试。测试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查看一下能不能访问了。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访问的。这个 IP 也是我们服务器的 IP。安卓设备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演示 macOS 以及 Windows 客户端的使用。我会演示 NetCore 以及 QVTore 两个客户端，因为这两个客户端都是跨平台的，在 macOS 和 Windows 上都可以使用。我会在 macOS 演示 NetCore， 在 Windows 上演示 QVTore。同样相关的安装包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首先来演示一下 NetCore。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好 NetCode Ray 以及抽真 Go 的安装包。先来安装一下 NetCode Ray， 再解压一下抽真 Go， 然后我们打开 NetCode Ray， 点击首选项基本设置，点击 Style， 语言这里我们选择一下简体中文，然后重启一下 NetCode Ray， 我们再来点开基本设置，通用这里我们要勾选一下 HTTP 监听端口右边的启用，然后点击核心，我们添加一个其他核心，这里核心名我们可以自定义，我这里就用抽真干构，然后点开下面我们刚添加抽真干构这个核心，点击右边的选择，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一下我们刚才解压的抽真 Go 的可执行文件，然后点击确定，再来点击首选项路由设置，这里我们点开预设，选择绕过局域网和大陆，然后点击确定。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个服务器，点击服务器手动输入配置，类型我们选择自定义核心，然后这里名称我们可以自己填一下，这里地址以及端口就是我们抽真 Go 的服务端的域名以及端口，大家根据自己配置去填一下。然后下面的核心我们选择一下我们刚才添加的核心，下面这个里命令输入-config，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解压路径，点击 example， 我们还是要通过 YAML 配置文件和大家演示，选中这个 client 点 YAML， 然后右击，然后按住 option， 点击将 client YAML 拷贝为路径名称，然后回到这里粘贴一下，后面的配置文件后缀选择 YAML，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 YAML 配置文件，把它拷贝出来，粘贴到这里面来。这里我们先填一下上面这个 mapping port 以及这个 soft top， 这里我用1081以及1082，然后我们修改一下下面这个1080，这里我们把它改为百分号里面填一个soft port， 也就是把上面这个 soft port 映射到这个local port 里面来。下面这个 remote address 的话，我们固定要填 127.0.0.1， 这里必须要填这个。然后下面这个远程端口我们需要修改为上面这个 mapping port， 它会把它它点击这个预览，它会把这个替换为这里面这个端口号。然后接下来我们填一下我们的抽真 Go 的密码，同样填一下这个域名。下面这个路由我们需要删掉，路由我们是通过V2 Ray 去做的，我们这里不需要去路由。然后我们这里 SSL 这里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下我们的指纹。我们就用默认的这个谷歌浏览器这个指纹，它其实不填的话，默认就是这个 Chrome 浏览器的。然后下面我们填一下这个 Shutterstock 的这个2次加密。填完之后，我们点击一下预览，然后确定，
把这个配置文件拷贝一下，然后我们覆盖我们这个配置文件，然后保存一下，这里点击确定，然后选中节点回车，勾选上面的系统代理，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如果我们需要修改配置的话，我们就点开这个配置，然后这里修改这个配置文件，点击预览，然后确定它会把这个生成这个配置文件拷贝，然后覆盖你这个上面配置这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尝试一下添加一个使用 WebSocket 连接。点击预览，然后拷贝，回到这个配置文件粘贴进来，然后保存一下，重新启动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能正常访问的。Netcode 的话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Windows 的 Netcode 也是同样一个配置方式。接下来通过 Windows 来演示一下 QV2 客户端的使用。同样 QV2 也可以在 macOS 上使用的。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 Windows 虚拟机。我已经提前准备好相关的安装包，同样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说明。首先解压一下 QV2， 把名称修改一下。接下来解压一下 V2， 把它移动到 QV2 的根目录下面，然后解压一下抽真构。同样把它移动到 QV2 的根目录下面，最后我们把抽真构的 QV2 插件剪切，然后粘贴到这个 Plugins 目录下面。最后我们打开一下 QV2， 点击插件，选择抽真构插件，点开设定，我们把这个抽真构的可执行文件移动到这个窗口下面。然后点击一下 Test Run， 如果返回相关的版本信息，就代表配置成功。接下来点开首选项，点击内核设置，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下 V2 的核心地址。再来选择一下资源文件目录，我们就选这个 V2 这个目录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一下检查 V2 核心配置，如果返回相关的版本信息，就代表配置成功。然后保存。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节点，标签我们可以自定义。然后主机名的话就填我们的抽真构的一个连接域名，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来填写。这里也是填443端口。类型我们选择一下抽真构，同样填写一下密码。SNI 的话也是填一下这个主机名称。我们可以把这个多路复用也开启一下。这里类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原生的传输方式，还是通过 WebSocket 来连接。我这里的话就通过 WebSocket 和大家演示一下。同样填一下这个主机名，还有这个路径。然后最后这个下面有个 encryption， 就是这个Shadow Socket 的
24加密的配置，这里它有个固定的格式，首先用 SS 开头，然后加个分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填一个加密的方法，接下来加个冒号，然后填这个密码。这个格式是固定的，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保存了，启动一下，然后我们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可以成功连接上抽真购服务端了，就代表我们的配置已经成功。QE Toolkit 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最后和大家演示一下 OpenWRT 通过 Password 来连接抽真购。首先打开我的 OpenWRT 后台，登录一下，然后点开服务 Password， 点开节点列表，添加一个节点，备注大家可以随便填一下，类型选抽真购，然后填一下域名、端口和密码。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来填写就可以了。TCP 快速打开也可以设置一下，如果不支持你再把它改为 Force 可以了。然后勾选一下 TLS Session Ticket 也可以勾选一下，可以节省服务端的一个内存。然后指纹伪造这里我们选谷歌浏览器就可以了。域名同样填写一下这个主机地址，然后下面的传输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我这里的话就用 WebSocket 和大家演示，同样填写一下主机名，还有这个路径。如果你服务端是启用了 Shadow Socket 的24加密，这里要设置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设置。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多路复用给开启一下。填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保存和应用。在基本设置这里我们选择一下节点。然后保存和应用，可以点击一下上面的测试，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下谷歌去看一下，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就代表我们的配置已经成功。OpenWRT 默认的抽真购是官方的最新版本，如果大家想要替换 GFW Report 的版本，也可以按照我下面的步骤来替换。因为目前 GFW Report 的 PR 是没有被合并到抽真购的官方仓库的。我去看了一下，好像是换了 UTLS 库之后套 CDN 就会有问题。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用 CDN 的，所以也不太了解，大家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我们点开系统，新建一个终端窗口，我们登录一下终端，然后通过 ps-ef 命令查看一下目前抽真购一个进程信息。可以看到它这个执行命令是在一个 temp 目录下的 etc-password-bin 目录下面的。我们进入到这个路径下面，再看一下目录的信息。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下面的执行文件都是一个软链接，
它们都指向了 USR bin 目录下面。我们进入到 USR bin 目录下面，接下来我们打开 GitHub， 直接打开 GFW report 的仓库，点开抽真购，点开 Release， 我们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然后选中我们这个架构信息。我这里就下载这个 AMD64 位的这个包，右击复制链接地址。这里要根据你这个OpenWRT 的一个架构来选择，然后通过 wget 命令去下载。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当前这个抽真购先卸载掉，然后解压下这个我们刚才下载这个安装包，干 D 命令指定这个解压路径，我们解压到临时目录下面，然后将临时目录下面的抽真购目录下面的抽真购可执行文件移动到当前目录的当前目录下面，然后再查看一下，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删除掉。执行一下抽真购的一个查看一下版本信息，可以看到它这里的话就没有返回一个抽真购的版本，因为它这个仓库是没有带版本号的。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重新启动一下客户端，保存应用，查看一下日志，先清空一下，我们再查看重启一下。然后我们再打开谷歌去测试一下，可以看到同样是能正常访问的。我们可以点开这个组件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抽真购版本已经没有一个版本号了，就代表我们已经替换了。当然如果你想要还原的话，其实我们直接在这个组件更新，点这个手动更新就可以还原回去了。我这里就不还原了。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的一个步骤来替换这个客户端的版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最后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赞，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